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科技 Line 的节目。今天的话会跟大家分享 SSH 工具。我们都知道大家最常用的，而且是我们这些白嫖 VPS 的小伙伴们最常用的，就是 Find-Shell 啊或者 Chartshell SSH 连接的这种方式的工具会有很多。那我们今天就着重推荐出5款 SSH 工具。可能国外的一些小伙伴们他们用的也会比较多，让我们也开阔一下视野，然后也感受一下其他 SSH 工具能给我们带来什么。首先我们看这一款，这款叫 Mobexterm， 它的界面风格有点类似于我们的 Chartshell左边是列表，里面是一个输入框，但是我觉得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，看着也是非常舒服的，所以我们下载一下看一下感受，然后点击这个下载，它会把我们跳转到下载页面左边呢是免费的，右边呢是可能会有很多服务，69美元还是比较贵的，直接点击免费版，因为免费版对我们来讲已经够用了。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翻译过来呢，这边就是便携版，就是 zip 包格式的，这个呢就需要安装 exe 格式的，那我们就装这个便携版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这边我们下好了，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解压，解压好以后进来就是 exe， 然后我们直接双击，它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，也是非常方便快捷的这边。然后当然它的语言版本是一个英文的，那我们为了酷炫可以把它调成黑色。然后这边呢大家直接点击这个，然后点击SSH， 它有包括很多种连接方式，那我们这边呢只关注 SSH，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些其他的，包括这个 FTP 这些传输之类的，它都是支持的很多种连接方案。如果你是带密码的，复制这个 IP 到这里，然后把这个勾选上，然后这边呢我们给它设置一下，然后这边 new 给它一个名字，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 root 密码，就是你 SSH 连接的密码。好，这样的输入完以后点击确认，它其实有点像 Find-Shell在前期就要配置好一些内容，然后可以直接后期就不需要再配置了。这块呢需要你为这个 SSH 工具设定一个密码，当然我们这边可以不设定。然后其他的呢我们就不需要动了，我们点击 OK， 然后这边呢我们就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这个调用完，然后 IP 加你的账号密码，然后我们直接点击 OK 接受。然后到这个地方呢它还是要求我们输入一下密码，那我们输入一下，点击确定它还是要求我们为这个面板创建一个密码，这样的话会更安全，那我们创建一个吧，我们点击确定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 SSH 就已经连接上了，这是通过密码的方式。那如何通过密钥呢？我们这边依然点击这个创建 SSH 连接。好，这边呢我们输入进来，然后我们这边依然要给它创建一个账户，继续点击这个 new， 这个是带证书的，然后密码这块我们就留空。好，我们这边创建的这个乌班图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确定，回到这边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勾选上，然后这边呢我们选择这个带证书的这个用户组，把下面这个打开，勾选它，添加公钥文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确定。这样我们就通过带公钥文件的方式也可以正常登录我们这个实例了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这边也包含了类似 Find-Shell 的文件管理系统， VPS 上的一些文件目录结构，大概就是这些内容，当然它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大家可以细致的去研究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款叫 Tabby 的一款 SSH 连接工具，很酷炫，看起来也很屌的样子，就是很犀利的样子。然后它支持外部版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。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去下载它的客户端版本，下载的话它会跳转到 GitHub， 那证明它属于 GitHub 的一个开发项目，它是一个开源免费的项目。然后我们这边往下滑它包括 macOS 也是支持的，其他的终端。那我们这边呢就主要去下载它的 Windows 端，那 Windows 端就是这个，就是带 Setup 的 exe， 点击它 exe 我们直接双击它就可以了，然后它会进行一个安装，安装完成我们点击完成，它就自动运行了。
那运行起来呢还是很酷炫的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黑色主题。这边让我们选语言，它对多语言的支持非常到位的，我们这边选择中文简体。下一步，这是它的一个主界面，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到设置里头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外观，好吧，这些默认呢也已经能达到一个很美观的效果了。这边呢我们点击配置连接，创建一个新的连接，然后我们这边需要创建 SSH 连接，那就一开始我们需要先配置好这块呢，你就把密码输入进去，好，点击保存，这样密码就已经匹配上了。密码匹配上以后，用户名它默认是 root， 那我们这个 VPS 实例里头也是默认是 root， 所以我就不用改了。然后在这块把 IP 复制上来，其他的都不需要动。然后我们点击保存，它就会在这个地方默认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个连接第一次上来还是需要输入密码，点击 OK。然后这边呢是它第一次上来，那我们以后就不需要再提示了，记住。好了，这样呢我们通过 root 的方式连接到了 SSH。 那我们再创建第二个关于公钥文件如何登录，同理分类的一个组，我们给它一个甲骨文吧，它的用户名是乌班图。这边我们需要添加公钥文件，我们点击它就调取了你这个 Windows 的定位文件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实例的对应的公钥文件，对，把 IP 加上，然后呢我们点击保存。接下来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播放可以正常连接，然后第一次呢也是同理，以后记住就可以了。这样呢我们就通过公钥文件的形式登录到了你这一台 VPS。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到它这个官网它这个官网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页版，如果你懒得去下客户端的话，你就用这个网页版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我觉得这个深邃的界面看起来黑黢黢的这种感觉也是挺好的，对搞技术的白白小清新还是不太适合。那 Tabby 大概就讲到这里，这是第二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第三款。第三款叫什么名字呢？它这个很有艺术感的一个 logo 文字也是它这个软件的名称。这款软件叫 Electrum， 翻译成中文就叫电工。然后这边怎么下载呢？它也是一个 GitHub 开源的一个免费的项目。然后我们这边点击这个，然后我们来到它的一个下载页，下载页往下滑，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支持多个版本。 Windows 的话我们下这个 EXE。 好，下载好以后它是一个这样的 EXE， 我们双击它，然后这边有一些安全提醒，然后我们点击仍然继续，然后它就进入到了一个安装向导，我们下一步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就安装完毕，然后我们点击完成就运行。好，这时候呢它初始就来到了我的 CMD 执行的路径。好，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添加，右边是配置，左边是列表。我们先看一下密码登录，这边呢把 IP 输进去，用户名 root， 密码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端口22不变，然后其他的都不需要动。然后我们直接往下滑，这边有一个保存并连接，我们点击，那它也是非常简单的。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文件左边是我本地的，右边是服务器上的，右键进入传输，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Findshell 那样的，但是比 Findshell 做的更细致，它的展示页会更沉浸。再添加一个带公钥的，然后复制，然后这边呢是无版图。好，这块钥匙我们添加导入，所以 Findshell 它自己做了一套这个文件导入系统，我就是不理解的。你像这些我们用的这么多 SSH 工具，它都是调用 Windows 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它怎么想的。导入进来以后呢，它这个文件密钥的乱码全部给复制进来了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依然我们不需要管其他的，然后点击连接就可以了。这个 VPS 通过公钥文件的方式可以登录到你的实例上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第四款软件，这款软件叫什么名字呢？这款软件叫 DailyMuse， 它不光是支持桌面端，像这个 macOS Windows Linux 桌面端，它还支持 iOS 安卓。那大家可以自行的去下载，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Windows， 跳转到 Windows 的一个窗口，然后进行一个下载。当然它这块也是上了 Windows 的微软商店你可以通过微软商店的方式去下载它。下载好以后呢，我们直接双击它进行一个安装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界面，它这个是需要账户登录的。
好，登录上以后呢，它有一些提示向导，我们下一步不需要管。好，这些是一个引导，做的整体的动画效果做的还是不错的，我可以不选啊。好，这是它的一个主页面，它是一个纯英文版，复制 IP， 然后点击连接，然后这样它就创建一个类似于小方块一样的结构。然后这一块呢，我们往下看，我们把我们的用户名输进去，我们的密码这些输进去以后，我们点击这个对勾就保存一下，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链接，它这个是链接，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进度，然后问我是不是第一次，那我们就第一次没问题 confirm。 OK， 这样的话它就连接上了，然后它是一个绿色的文字，这个呢就是 Durban 它可以识别这个系统是什么 ADD， 然后继续创建一个，然后这边呢我们输入 IP IP 输入好以后呢，下面用户名，对，用户名，然后密码我们没有，我们有 key， 那我们点击这个 key， 然后添加一个 key， 然后这边呢需要让我们把 key 传上来，我们点击，然后去找到这个 key 之前用的这个，然后点击，这时候它已经帮我们成功的导入了这一串乱码，然后我们点击保存，进行尝试连接，然后也是第一次 confirm 确定。好，这样的成功的就以带公钥文件的形式登录到我们这一台 VPS， 然后这个呢是两台服务器之间可以互相切换，它这边同样会识别你这个是无版图，然后这块呢就是当前的一个文件，然后我们可以 FTP 传，比方说这两个我们创建好的，那我们想给这个 Durban 传文件，然后你就可以尝试去连接这个 Durban， 那你可以就互传文件之类的，文件管理的结构是差不多的。这是第4款 SSH 工具DailyMuse， 然后它支持多端同步的跟着你账号走的。最后一款也是古老的一款 SSH 工具，那这个很古老的一个页面，就是也不打算精心设计的一个页面，就是彰显了它的怀旧，彰显了它的复古，对吧？那我们往下滑，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下载安装包我们点击这个，当然它还是比较与时俱进的，像 ARM 架构的目前是支持的，点击下载就好了。它的包体非常小，也是非常简单，也是非常简陋。这边呢我们直接运行它，可以看到它其实很原始，对不对？这边呢其实有点类似于 XShell 在前期部署的时候的这个表现这边把 IP 复制进去，然后端口 SSH， 这边呢我们需要给它创建一个名称，然后选中它，然后连接，然后第一次呢它就是需要提示需要提示我们就点击 Yes， 这个是输入你的用户名 root， 然后回车，然后这块呢让你输入密码密码是看不见的，好吧，几位数也不知道，回车。那这种方式呢就登录到了你的 SSH非常简单，非常简约原始的界面风格。那这款软件呢它过于原始，所以它公钥文件的那种格式呢它只能通过一种转换的方式来转换，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。所以如果想用这一款软件的话，不带公钥文件登录的 VPS 都是最好的，因为它最简单也是最轻量，它把新的文件格式转换成这个软件特定使用的公钥文件，才能进行一个正常的 SSH 连接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5款 SSH 工具大家更喜欢哪一个？你可以着重的去体验一下，着重去使用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再说我们只能用到 XShell 或者 FindShell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局限。我们既然想了解整个 SSH 连接相关的一些体验，那我们就更加全面的去了解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很多高颜值的，对吧？然后很多开源免费的，那我们想用哪个？你觉得哪个好用？完全你有自主的一个选择权。这是我今天做这期视频的目的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